好，来看看今天小老师给大伙带来坦克大战的这个日版的一命速通。之前我是解说过美版的速通啊，因为美版的速通呢只需要20多分钟就过了，这次呢是记录30多分钟，当然咱们是人脑啊，不是 TAS。这位高手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枪杀手，也是在游剧发布的这个视频啊，这个平台记录。在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前一阵也闹出了一点小不愉快啊，好像有一个这个视频，然后呢咱们也不多说了啊，也不要再伤害这位高手了啊，就是说可能说他发布的这个是供欣赏交流，但是可能我这个由于我的这个技术不过关啊，解说的时候呢可能是解说错了，然后呢就比较难受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这个可能是没有，就是意思就是没有授权，然后呢就因为我认为啊，发布到游剧平台上啊，这个可能就是要给大家伙展示一下，我呢也没有说做任何的商用。没有任何的广告，也没有任何的什么，只是为了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精彩。而且基本上我会把咱们的这个游戏视频的这个操作者啊，比如说现在屏幕上左上角的这个枪杀手，还有其他游戏的高手，然后那个对吧，告诉大家。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呢，我这个也算是这个后期配音，然后给大家伙解说的。当然解说的技术有限，所以说以后呢我会做一些这个研究，比如说我这个技术不好啊，比如说这个游戏我不会。啊，不好还可以，要不会的话，那我就不说了，对吧？啊，那我就不说了啊，也是做好严格的把控啊，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啊。好，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那事儿就不多说了。坦克大战的这个游戏啊，也是小时候咱们经常玩的。我小时候就跟我们的这个小狼啊，狼爸啊，就是老爷子玩这个游戏。这游戏小的时候呢，一个人玩啊，我们的技术是不敢玩的，因为太难了。它难在哪儿呢？它难在这个游戏啊，你又要打进攻，然后呢，你又怕自己的老窝被端了啊，这个人就非常的纠结体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，非常非常的纠结。然后呢，这个双人玩就我们的玩法是一个人看家啊，一个人进攻，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锤子了啊，就也输的。我们从来没有这个通关过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呢是35关。当然呢，2周目就是35到70，所以说这个也就这么打。那么咱们现在坦克大战呢，美版是美版，日版呢是日版，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燕山版，还有坦克大战的闯关版。曾经我也是跟这个飞天雪这个也是一个三国战记的这个改版大神啊，作者就是他。这个我跟飞天雪呢，我俩还玩过那个闯关版，当然我不会玩啊，他全程带我飞。而这个闯关版呢，当然难了，咱们就不解释了。原版呢，其实但凡有点头脑的人啊，就我狼不行，因为我狼就是锤子嘛啊。但凡我认为有点头脑的人啊，基本上都是会玩的。他有可能会被敌方的坦克偷袭，比如说你像有的坦克啊，像那个小耗子，我们就挺讨厌的，移动速度很快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那个大金刚，这个大金刚呢，这个你吧，我个人感觉现在是这么个情况，咱们是有星，吃一个星呢是射速变快，吃2个星呢是可以放2发子弹，然后吃3个星呢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咱们同时可以这个什么啊，同时可以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啊？这个叫做这个叫叫啥来着？啊，叫做打铁，我们管这个叫打铁啊。你这个打铁就非常的赖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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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那游戏啊倒没什么简单的，我相信屏幕当中的很多人啊都能这个一个人通关，但是从35关到这个70关的2周目啊就未必能了。有机会呢是直接给大伙解说这个2周目啊。2周目的话呢，它有个点啊，就是说可能就是比之前的稍微难一点点。然后呢，2周目呢，咱们是可以选关，这个游戏可以直接选35关，然后结束，然后直接打到70关的啊，就这个路子。好，来看看星。好，来你看变成大坦克了啊！这个坦克变完之后，你看坦克都已经变肥了，一个肥仔啊，一个靓仔，而且呢还能打铁，真的啊！我记得他们玩这个 TAS 版的这个游戏，还特别秀，就是怎么个秀法呢？最有意思的就马上快过关的提前一瞬间，往自己的老窝那个地方直接就打了1发子弹，然后那个马上快把老窝打爆的时候呢，就过图了，就是类似这样黑屏了，直接过图了，太狠了啊！好，这边啊，对，还有一个有 BOSS 战的啊，那个 BOSS 战的坦克大战呢，我没有录像啊，这个如果有人提供录像的话，还是蛮好的。你看有这个打铁，这个铁呢就感觉有点像巧克力啊。
对不对？难道你们看不像吗？好，这个我们就管这个叫炸弹，一吃全屏就直接炸。好，它是4个一起吃啊。全屏炸呢，倒还好吧，没有这个。反正呢，我们小时候如果要摊分的话，肯定是不能炸啊。还有这个奖命，这个游戏呢，咱们可以借命，双人配合，好像是你命死完了可以借命的。所以说一个人呢在前面开疆扩土，另外一个人呢就收集补给，比如说把自己的老巢变成铁的啊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把这个把这个什么这个小怪定住，而且呢打完分呢也可以直接奖命，像刚才那种吃了那个铁头盔，吃那个头盔之后呢，就有点像那个红警里的铁木一样啊。这个呢咱们是速通，但是用了31分钟，比那个美版的要慢很长啊，慢很久，但是呢不要紧，我们看看啊。噔噔噔噔，好，啪啪的啊！这个就是秒表，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暂停。啊，想当年我看了很多日本的电影啊，也是用这个技术啊，它这个技术不错。好，你看咱们卡歪轴，这招很赖啊，一手歪轴，哎。这个时间暂停系列，你们小时候管这个叫啥？我管这个叫铁锹。吃完这个铁锹，咱老窝那个鹰就直接对吧？那个老扔就直接变铁了。就是这个你能理解吧？啊，你们看，当然我个人感觉啊，现在屏幕当中还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啊，就明明知道自己玩的不好，但强玩，哎，这个游戏简单啊，小的时候我就能怎么样，到时候一玩的时候啥也不是的。我告诉你。因为小的时候呢，你毕竟你反应速度还快一点，现在呢就咱们都已经号称为老逼灯了，对吧？你已经不是小鲜肉了啊，你基本上已经玩皮了都。好，这关我们俗称为铁关，这个铁关呢，咱们可以破铁，倒还好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你一个不小心，你别破铁，破到什么情况呢？你把铁倒是破了，破完之后呢，这个把自己老窝都给揍了啊，对吧？你把老窝揍了可老滋儿了。不知道你们管这个铁锹叫啥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屏幕当中出现红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一打就会出现这个特殊的道具，它无非就是炸弹、铁锹啊，然后呢，安全帽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奖命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星，还有时间暂停，对吧？时间停止系列。尽吃星星的玩法吗？我估计应该是有吧。这个游戏也是为数不多可以 DIY 的啊！你可以 DIY 一个地图，就像马里奥制造那种感觉是，你可以真的可以做地图了，对吧？你们懂吗？而这个游戏呢，唯一的恶心的地方就像这个河，我们管这个叫水啊。草丛呢，其实无非就是在视力上给咱们一点这个，对吧？这点设定。而真正恶心的就是这个水。假设你要真说整一个水，然后咱们这个水呢？对吧？你懂的啊，这个敌人也过不去，你也过不去，那你也过不去，那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，对吧？那万一尤其他开枪再打你老巢，哇，这就太嘚儿了啊！好，基本上守着打啊，就感觉就无敌的样子，你看。他开枪的这个子弹的效果啊，基本上就是念得很准，闪光闪几下开枪。咱们卡的为什么要上方留一个半拉的这个，对吧？一半的这个墙体，就是为了让咱们卡这个视线，让咱们知道咱们是卡半身位，一个歪轴的半身位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开枪能打着他就偶尔开枪打回来，咱们也没事儿啊。好，咱们这个游戏有是燕山版，有这个对吧？有燕山版，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你看他开枪就打不到咱们，为什么要卡这么一个砖块啊？这个确实是赖。你卡个砖块，他打不到咱们能打到他。你要掌握好这个节奏，你看怎么说？啊，就是很恶心的啊！啊，燕山版还有船可以过河，对吧？我要过河，是哪个呀推我哟？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。好，这守着打感觉就没意思了，就你们肯定会说，这要是跟我的话我也行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好，这个奖命啊。这个如果是双人配合玩的话呢，就谁打的多还有一个奖励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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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古巴战士那题我是真解说不了，古巴战士是以前解说过啊，我是真解说过的。为啥说我解说不了呢？这个现在这个游戏平台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你播放它就崩，一播放录像它就崩，然后那你让我自己玩呢，我还菜，哎，就很讨厌啊。好，炸弹啊！哎，他们就打不了这个铁。你们看这个铁像不像巧克力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铁就真的有点像小的时候那种巧克力的形状。虽然说小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，巧克力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纯这么浓的，都是带可可脂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比较嘚儿，也不是那么好吃，不像现在那么好吃，但确实是有。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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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这个曲儿多刺激啊！这个曲儿，对吧？这个曲儿感觉就是一瞬间就回到了童年。好，你看有一个白铁啊，有这个铁真赖啊！只要有这个铁的话，基本上它对你伤害是白扯的，就留一半。到往后这个大装甲装甲坦克越来越多，但是没有用啊，还是对吧？它无非是乞丐坦克中的霸主（括弧还是乞丐），因为他傻嘛啊。敌人大肥猪坦克，你管这个坦克名字叫大肥猪坦克吗？我真是服了啊！好，其实呢，我小的时候，我跟我爸有时候也能玩到10几关、20来关。但是呢，很少能玩到25、6关以后。啊，这个游戏整体来讲是35关啊，兄弟们啊，是35关的。尤其是单人玩，我跟你说，单人玩我都过不了第7关呢。我经常老窝被掏，我不知道为啥。我如果要是不考虑这个游戏，如果不考虑老窝的话，我也感觉不是特别难啊，归就完事儿了，有没有时间限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一个一个刷，它无限刷屏幕当中，你看。右上角那个坦克是游戏的数量，对吧？这个坦克的数量，但是呢，这个你不管它，它就把你老窝掏了，这多嘚儿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好，不过这种情况下还好，有核还有铁，只要你不去找事儿啊，你不把这个铁打掉，你看咱就没事儿，是吧？这就无所谓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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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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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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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，好，等吃完一炸啊！铁锹，这个铁锹最嘚儿，吃完了之后呢，是过一会儿它还不是无限的，过一会儿呢，它还把这个老窝它还闪，一会儿就闪，然后又变回来了，老嘚儿了啊！我记得还有的变态坦克，然后自己家好几个老家，就是在屏幕底下有好几个老家，还裸露着，我操，一下就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个骷髅头，你看，那有时候给这个游戏整的啊，还是挺有这个文艺范儿的啊。这关有点难度，这关怎么难呢？就是因为木头，对吧？它可以拆。你看，哎，它这个很聪明啊，留一半。它这留一半的话呢，这坦克它想打咱们或者打老家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它没办法啊。哎，你看这个小耗子多烦人，这小耗子，你看这小耗子长得像不像大嘴猴啊？好，一个时间静止系列，那时间静止系列也是比较喜欢吃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4下啊，第14关。
溜。好，哎，小的时候碰见这个坦克，两个人抢着吃啊，因为讲命，但是其实无所谓，可以借命。那你吃你愿意吃你的呗啊，无所谓了啊。等到下一个那个红的出来之后，这个就没了啊，下一个红的出来之后就没了，不用担心它消失，你只要等到下一个，它肯定会消失了，因为只要它下一个红色坦克出来就废。这个老家应该是一个那个，我们管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咱们玩那个叫啥？哎呦呦，差一点啊！咱们玩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红警，红警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有盟军是吧？一个叫盟军，一个叫那个苏联阵营的是吧？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就是他也是那个翅膀那个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。这个应该是盟军的这个徽啊，是个老愣啊，是个老愣。我记得最狠的就是自己坦克打自己呢，虽然说打不死，但是可以定平，可以让他定住啊，这非常的恶心啊，一打就定住了啊。叫那英，操，那英太狠了啊！这个我想问一下啊，如果给你一个犀牛坦克，然后给你一个那个灰熊坦克，你们知道哪个坦克厉害吗？肯定会说啊，当然是犀牛坦克厉害了。但是事实上呢，灰熊坦克呢有一个非常恶心的招，就是放在地下立住，它可以在地下立住成一个堡垒。不过呢，你扔堡垒了，我就对吧？你立的一瞬间我就走了，你射程不近的，你打不到，你射程近打不到我。所以说研究了半天，还是那个犀牛坦克厉害啊。灰熊是可以蹲下，但是你蹲下我对吧？我就走位了，对吧？你蹲下还要有一个那个发招的那个前摇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给你打了啊。啊，保护罩啊！我想问一下啊，这个单挑的话呢，天启不算中国天启啊，不算中国天启，就天启是比这个光灵厉害，这不用多说了。拆建筑物和远距离攻击肯定是光灵厉害，但是多少个天启和多少个光灵在一块儿啊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光灵力比天启厉害啊。小的时候特别讨厌那个犀牛坦克，不，那个犀牛去了，特别讨厌那个叫什么幻影坦克啊。但那就是我们 PK 的时候，那帮人选什么火箭飞行兵啊，选这个多功能步兵车什么的，这我都能接受。他妈的，对吧？他们不要个逼脸啊！他们选那个什么？他们选那个幻影坦克，哎，这个贱啊，真讨厌啊！坦克大战条命没见识过啊。好，原版的不能蹲吗？那个灰熊，那灰熊那就被完爆啊，兄弟们！那可能我们玩的都是共和国之辉吧？那我们玩的是共和国之辉是不是？但是你共和国之辉就真的啊，但凡是共和国之辉，我就知道一句话。就是如果是几个小伙伴打，那如果一旦随到中国了，那真的不用玩了。那中国那什么就没有，它不变态。那共和国之辉就是改版啊，它不是官方的，它是改版啊。那共和国之辉他妈的，你中国就没有不厉害的？中国天启，中国那个多功能步兵车，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啊，中国的航空母舰，还有中国的 V3 火箭，还有中国的飞鹰战机，我他妈的，太狠了啊！按住上9条命，按住下6条命，是吗？啊，是赖的啊。V3 火箭也比那个其他的厉害。好，有理的复仇玩过，有理的复仇我就记得有一个真有理。啊，好像原版里面有那个叫有理改啊，原版就有理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改啊。有理改，然后再加这个什么呢？再加那个叫这个复制中心，可以整2个有理改，然后有理的复仇可以整一个超级有理，超级有理连那个建筑物都能控制，
就是你那个建筑物我都能给它控制了啊。基诺夫还好，飞得慢。如果你有所防范之后啊，那个基诺夫你拿火箭飞行兵都能打他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还有一个飞机特别有意思啊，那个飞机的名字叫入侵者战机。那个入侵者战机貌似它可以停在空中，它可以不用补给，它一直停在空中打。我操，太赖了啊！好，红警之埃菲尔铁塔版，那个我记得叫红色警戒之第三世界，红色警报之第三世界啊。那个埃菲尔铁塔可以直接就强行建到任何的地方。我那时候玩共和国之辉好像是有 bug， 可以那个建造建筑物可以在任意的地方建啊，你可以按住鼠标左键拖到上面去，然后右键左键，然后再拖到下面来啊，不按住上面去，按住啊，再点一下，然后拖到下面，右键左键就可以直接强行建那个东西。好像现在的版本都被修复掉了啊，已经修复了。啊，又是独角落，这是22关啊。什么的时候是1毛钱直接建好。这个其实共和国之辉啊，中国咱们不说啊，如果说你玩那个其他的这个阵营，然后玩什么冰天雪地还挺难的啊。如果说你要玩那个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钱那个地图，就全是钱，那个地图的名字，那个遭遇站的名字就叫钱啊，就全是钱，一堆那个美金的那个啊那个地图，我不知道大家会玩不玩，我一地图全是钱啊，没有任何的阻挡，也没有什么海军，没有水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设计的非常好啊，直接砍死了，还剩4个。啊，这太溜了啊！但凡玩的溜，就真的是没什么说的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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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看就卡住这个半身位这个玩法，永远记住啊！就是你像啊，他为什么就敢这么安全的在这里肆无忌惮的在这打，就是因为他把这个砖块还有这个铁块卡的就一半，这个挺赖啊！凭他妈啥他能打到咱对吧？他打不到咱能打到他呢？凭啥呢啊？对不对？磁暴坦克也厉害，那就苏联有，还有磁暴步兵，磁暴步兵还可以给自己的那个电充能。然后光灵塔其实是可以折射的啊！如果说你有很多的光灵塔，可以一起那个叫什么？一起就是，聚一个大的强的光，然后可以这个伤害非常高。磁暴线圈可以给这个磁暴线圈充电，那个磁暴步兵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看那个玩原版的那个红警最赖的还是那个什么啊？我觉得最赖的还是那个伊拉克吧，就是带辐射工兵那个比较辐射工兵，辐射工兵是真赖，兄弟们。以前就说法国厉害，对吧？都是玩法国有巨炮流嘛。后来有这个辐射工兵之后，我尼玛。好，自爆卡车是人家利比亚的啊，那利比亚自爆卡车啊，不是那什么的。我没记错是伊拉克吧？我不是伊拉克还是啥？我没记错吧？啊。好。那你要选英国的话，它的战术战法就变了呀。你选英国，我就战术战法就变了。
选美国可以2个那个空降兵，也挺恶心。而且美国的空降兵并不是动员兵啊，你看那个中国的，还有那个什么苏联的那个空降部队，对吧？他那个空降兵都是那个什么兵，那个叫好，你看他也偷袭，他想偷袭老挝啊，有点赖啊。中国的都是那个吧，那个什么来着？反正我玩红警的时候，最狠的就是电脑经常有一些什么夜鹰直升机、什么磁路运输机什么的，然后拉那个谭雅，或者那个什么，或者说那个什么防空履带车拉一堆工程兵，直接就过来，我靠！然后放下来之后就把我家全占了，害得我都得整那个围墙啊。但是我建围墙还建不过电脑，那电脑无敌的啊！电脑建围墙速度老快了。好，啊，28关，还有7关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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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有水啊，调好。他感觉这个位置是比较安全的。哎，你看这位置非常恶心啊，都是留一半，还卡着这个怪。学会了都自己的，你们看啊，真的啊，这对吧？又安全又潇洒的就能过关啊！我操，差一点。他那个子弹2连发，如果要这个子弹不在屏幕当中消失，无论是打到墙壁上还是打到敌方的坦克上，只要它不消失，你就 A 不出子弹来。这个时候敌方发射子弹，你俩可以对炮，但是呢，你的子弹没消失，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打死。像刚才那种情况，虽然说看起来没什么危险，但是因为他是高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可能就会跪了啊。选英国怕狙击手，我觉得最狠的是狙击手配那个多功能步兵车，多功能步兵车配狙击手，还有那个就是超时空转换车啊，超时空转换兵接这个啊，对吧？接那个多功能步兵车，超时空军团兵，然后呢，你就找敌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采金车，然后定住，他定住了这个采金车之后呢，就定住了。等把这个车多功能步兵车升到3级之后。那瞬间蒸发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什么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我感觉好赖啊，真的好赖的。多功能步兵车配这个超时空军团兵，赖逼。那时候我记得还玩那个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。这个间谍啊，用间谍，然后给这个，对吧？给自己偷成，给自己打伤了之后，用间谍加工程师可以让自己升级，作战实验室吧啊，然后还可以偷那个超级武器啊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偷那个1级的兵营，什么2级的兵营什么的，然后再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再就是那个。刚才我跟大家伙儿不2级兵营，1级的兵营和那个1级的那个炮车啊，这战车工厂，然后再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反正是挺恶心啊。用那个间谍，然后复制中心，然后复制中心自杀，然后来刷钱，用间谍来刷钱啊。好了。我打那时候我打电脑的时候愿意玩，打电脑的时候用那个超时空军团兵，然后加那个什么，加那个多功能步兵车，然后找电脑的那个采金车，然后进行这个升级。一旦把级数升上去，哇，那真的过瘾啊！那个军团太猛了，那个军团。好，33关。其实呢，它无非也就是地图不一样，坦克就这4种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游戏啊，难就没那么难。每一局的地图，你看都是这个样子。这一局一上来就要卡好位置啊！你看这地图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就是说全是那个土块啊，全是砖块，有点恶心。这个游戏带连杀的，你们看不看见啊？带连杀的啊，连杀的话会
可能会会加分。如果 TAS 的话，可以考虑有没有连发加分的这个选项啊。啊，直接炸死可以了，反正也是速通啊，不是弹分的啊。超时空伊文，还有恐怖分子，古巴的是不是？游离改，那个改到底是啥意思呀？我到现在我不理解啊，是翻译问题，还是说就有点像什么，比如说真有理或者是超有理的意思呀？对吧？咱不知道啊，咱也不敢问。这个改到底是啥？好，一个炸。这个天然卡砖块地图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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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赞助你玩红警吗？我不是我没有玩不了啊！我研究了，我也直播不了，不知道为啥直播不了。好了，你看这又是第一关了，但是你看刷兵的速度，看不看见？这个刷兵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啊！但是屏幕当中出现4个之后呢，它就不刷了。所以这个游戏呢，2周末啊，肯定还是难一点的。虽然说是36关，但它地图是第一关一模一样的。有机会给大家伙解说2周末啊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郎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郎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